可是他哪来的100万啊？陈小娟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积蓄的人，她和王志胜婚后财产各自独立，王志胜只是每个月会给她一些家用，其他的从来不干涉她。她这几年为了向光明之家表明虔诚的心意，她前后捐了不少钱，现在她手头上的钱连100万的一半都不到，她能去哪里筹到这么多钱？每当她为钱烦恼时，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好朋友顾晓。她要去求顾晓借钱给她吗？万一顾晓像跟她告密王志胜有外遇一样，跑去跟王志胜说她向朋友借钱，那该怎么办？一想到这里，陈小娟就觉得千万不可，她不能再让顾晓介入她的婚姻。她排除了顾晓这个选项，发现她竟然没有一个能够借钱的人。怎么办？没有100万，她会被离婚吗？一想到这里，陈小娟就蜷缩在房间的一角，她用双手抱住自己，想要给自己多一点安慰。而短袖家居服遮不住手臂上的淡红色伤痕，到现在还是会有点隐隐作痛。她最近的精神状态很不好，小孩根本不敢靠近她。再2天，王志胜就要结束出差回家了，她得振作才行。她披上了一件长袖外衣，走出房门，看到王明阳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。看到他的出现，小孩有些内疚地低下了头，因为现在应该是小孩的上床时间。看来他最近真的太疏忽孩子了。而他看着小孩一副知道自己做错的样子，让身为母亲的他完全无法发脾气。你肚子饿不饿？想跟妈妈一起吃泡面吗？陈小娟温柔地对小孩说道。王明阳当然千百个愿意，他兴奋地点头，然后起身跑向陈小娟，抱住了她，却刚好碰着了她被抽打的身体。陈小娟吃痛地缩了一下身子，但她还是抱住了孩子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前几天我不是故意的。王明阳像是把憋了很久的话说出来似的，一说完就哇哇哭了起来。陈小娟感受到身体的疼痛，但她的心里更痛。她怎么会给小孩这样的心理压力？她摸了摸王明阳的头发，安慰他说：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，妈妈没有怪你啊。真的吗？王明阳还是抱着妈妈，他知道妈妈很喜欢那个水晶球，他很担心妈妈会怪他。那时水晶球已被他摔碎了，他看到妈妈的表情好像着了魔似的，对着破掉的水晶球又哭又笑。他从来没看过妈妈这么疯狂过。他当下真心觉得妈妈不是他的妈妈，让他好害怕。之后他不敢再靠近妈妈，也不敢跟妈妈道歉，怕妈妈会责怪他，又会变成很疯狂的样子。但他又好想妈妈，幸好妈妈又恢复正常了，他的妈妈还是原本的样子，他好开心。王明阳把头从妈妈怀里抬起，他看到妈妈对着他微笑，他终于放下心来。真的，妈妈没有怪你。陈小娟把小孩轻轻拉开，刚才王明阳抬头时真的压到他最痛的部位。他忍痛地笑着对他说：我们不是要吃泡面吗？妈妈现在煮给你吃，你再去看一会儿电视，今天是周末，你可以晚一点睡。谢谢妈妈。王明阳揉了揉哭泣的眼睛，他破涕为笑地点点头，然后乖乖地再回到电视机前。
吃过泡面后，王明阳准备洗脚睡觉。最近他都很独立的自己准备换洗衣物，根本不需要妈妈催促。陈小娟走进小孩的房间，她最近都没有心力照顾家里，看到小孩的房间有些杂乱，便开始动手收拾。她心想着要把过季的衣服收起来，天气要转凉了，要帮小孩的衣橱整理一下。在整理王明阳的衣柜时，她意外发现挂满衣物的深处角落有一个用报纸装着的东西。陈小娟皱着眉把那方块形状的报纸物品拿出来，她犯了洁癖的想着，被报纸沾到的衣服都变脏了，打算把那些衣服都拿出来洗。基于当妈妈的习惯，她很理所当然地想要查看小孩的物品。她不经意地把报纸拆开，却惊讶地发现报纸里装的都是1000元大钞。一开始她还很震惊，小孩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但转念一想，就猜得到，这是王志胜的钱。原来他们父子俩一直在隐瞒他，不想让他知道家里有这么多钱吗？陈小娟觉得好气又好笑，但这里到底有多少钱呢？她的脑部从来没有如此快速运转过。小孩才刚进浴室洗澡，她最少有10分钟的时间。陈小娟一边在心里打算着，一边起身去把王明阳的房门内锁起来，然后小心翼翼的在不破坏报纸的情况，很快清点了好几叠钞票。一叠1000元大钞共有100张，一共有10叠，刚刚好就是100万。这不就是聚宝盒的100万吗？陈小娟像是如获至宝似的，想着可以用这笔钱先买下聚宝盒法器。她只要虔诚地向聚宝盒祈求，相信神灵加持过的聚宝盒会发挥强大的法力，不只会保住她的婚姻，到时王志胜会对她重燃爱意。就算她拿走这100万，王志胜也会原谅她，不会想要离开她。陈小娟魔真的为自己的想法做了通盘计划。她先是把钱重新包好，然后把衣物跟装着钱的报纸物品再放回原来的地方。趁着还没被小孩王明阳发现，她立即解开了房门的锁。然后她才刚打开房门，王明阳就洗好澡出来。他拿毛巾擦着湿发，向陈小娟要了吹风机。陈小娟打好后，有些不放心地转身再看一眼小孩的房间，看起来没有异样后，她便回到自己的主卧房，拿出吹风机帮王明阳吹头发。伴随着吹风机的嗡嗡声，陈小娟边吹着小孩的头发，便在心里打算，她应该要趁王志胜回家之前，就将聚宝盒法器带回家。总是有说过，聚宝盒法器要现金全款支付，现在她就有100万现金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她忍不住心想，她能够发现家里有这笔钱，一定是神明在保佑她吧。或许是因为她承受了藤条的抽打，上天才会可怜她吧。